第六课，当你因持守真理而受逼迫。恩光原本以为教会应该是一个追求真理、彼此扶持的地方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因为一场不合时宜的发言，成了被孤立的对象。那天，教会开会决定要用大笔资金装修堂会，但恩光提出，我们是否应该先考虑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会友和宣教士？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合理，却发现空气瞬间凝结，气氛变得异常沉默。几个资深同工开始交换眼神，然后有人淡淡地说，这是属灵权柄的决定，你应该学会顺服。几周后，他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，恩光是不是有分裂的灵啊？为什么老是挑战长老们的决定？他纳闷，为什么只是提出一个关乎真理的问题，就变成了麻烦制造者？在教会里，持守真理真的会带来逼迫吗？难道这不是应该被鼓励的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不太被讨论，但却真实存在的问题。当你因为选择正直而遭受反对。一，当你选择正直却遭受反对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并且按着真理而活。弥迦书6章8节。但讽刺的是，当我们真的这样做时，却可能会遭受排挤、指责，甚至逼迫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理是光，光照进黑暗的时候，有些人会选择闭上眼睛，甚至试图熄灭这光，因为它让人不舒服。一，坚持原则却被当成问题人物。有些人只是单纯的想要做对的事情，却会被批评为不够成熟或爱找麻烦。你若坚持财务透明，可能会被说成不信任领袖；你若揭露不公义的事，可能会被说成没有爱心；你若勇敢指出错误，可能会被贴上叛逆的标签。这时候，你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但事实是，你的错只是不愿意对错误视而不见。二，教会内的权势斗争。教会应该是一个合一的地方，但我们必须承认，有些时候，人的软弱会让教会变成一个权力场。当权势和面子变得比真理更重要时，坚持真理的人就变成眼中钉。有些人害怕失去权力，所以他们打压意见；有些人害怕改变，所以选择维护现状；有些人害怕冲突，所以选择沉默。当一个人站出来说，这样不对，就好像打破了一个平衡的假象，于是权势者会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。二，站立在真理上，而非讨好人。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如果你选择妥协，你或许会得到人的掌声，但如果你选择站在真理的一边，你可能会失去一切，甚至包括你在教会的归属感。一，耶稣因为说真理而被拒绝，
约翰福音6章60到66节，耶稣讲了许多让人听不下去的话，其中之一就是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约翰福音6章55节。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他的话太难了，就选择离开他。耶稣并没有因为怕失去人群而改变他的话语，他只是问门徒，你们也要走吗？约翰福音6章67节。真理并不会因为人不喜欢听就变成虚假。2. 彼得和使徒们的勇气，使徒行传5章29节。当时宗教领袖严厉禁止门徒们传讲耶稣的名，彼得和其他使徒却勇敢地回答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使徒行传5章29节。他们没有因为权势的压迫而妥协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服侍的是神而不是人。同样的，我们在教会里应该讨神的喜悦，而不是只讨人的欢心。3. 当你因为真理受逼迫时，你该怎么办呢？ 1. 确认自己的动机，你是否真的是为了真理，而不是为了争论或证明自己对。2. 持守温柔与爱心，即使面对攻击，依然保持基督的样式，而不是用愤怒回应。3. 不向权势低头，但也不成为苦毒的人，坚守信仰，但不要让仇恨进入你的心。4. 寻求属灵伙伴，你并不孤单，神总是会兴起其他忠心的人与你同行。结语：选择真理，即使代价昂贵。持守真理的路，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如果连教会都不敢为真理发声，那么这个世界还有盼望吗？如果你曾经因为持守真理而受伤，请记住，神看见你的委屈，也纪念你的忠心。有一天，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人的掌声，而是那句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马太福音25章21节。愿我们都能勇敢站在真理的那一边，不是因为这条路容易，而是因为这是通往永恒的道路。